这个就是法老的宠妃了，永远带着它。不愧是埃及法老里面最自恋的一个，每一个柱子之间都有一座他的雕像。当时法国人为了搬这个方尖碑，可是费了好大的劲。而且这条大道上有超过1300多尊的狮身人面像，但是他的儿子大家一定知道，就是漫威的电影《月光骑士》的主角，就是月神孔苏了。在他们的观念里边，人死了之后会获得超能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都说没有来过卢克索就不算到过埃及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卢克索神庙。那上一年呢，我就带大家参观过埃及最大的卡纳克神庙，还有精妙绝伦的丹达拉神庙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之前拍的这2个视频，一定要回去翻看一下，拍得特别的精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了这个神庙，卢克索就算没有遗憾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先不走这个大门啊，我们要先从前面那个斯芬克斯大道那边走过来。因为那里才是进入整个神庙的一条通道。对，卢克索神庙的建立呢，就是为了祭祀太阳神阿蒙神一家3口的。而到了节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把阿蒙神一家3口的神像从卡纳克神庙那里一直请到卢克索神庙这里来。通过的就是这一个狮身人面像大道。这条大道呢，长2.5公里的，有多么的夸张？就从前面的最远的卡纳克神庙那里一直通到这里。而且这条大道上有超过1300多尊的狮身人面像。这个大道是贯穿了整个城市的卢克索市中心。在以前节日庆典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坐着船把那个3尊神明给请到这边来的。哎，难道以前这是河吗？对，以前这里是被河流所淹没的啊，他们就坐着船过来这一边。哦，要渡船。原来如此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走过了斯芬克斯大道，正式进入卢克索神庙了。大家再次感受一下拉美西斯2世的存在感有多强。入口这里6尊雕像，所有的都是同一个法老，就是拉2了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为什么那边那一尊长成那样啊？那个是他们复原的，这里只有2个雕像，就是原本放在这里的，就是门口这2尊拉美西斯2世雕像，然后其他都是复原过的、修复过的。还有1尊雕像是被搬到了法国，包括这个方尖碑也是，本来这里是有2个方尖碑的，但现在只剩下1个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法国的协和广场那里。当时法国人为了搬这个方尖碑，可是费了好大的劲，因为这个方尖碑一共227吨重，然后他们就耗时了3年，在这里造了艘船，用了3年的时间才运到了法国去。天哪！对啊，然后他们还出于愧疚还是什么心理，感觉不好意思吧，就是给埃及送了一座那个钟塔，然后放在了开罗的清真寺那里。但是那座钟塔直到现在都没有正常运行过。天哪，他们为了，所以你就说埃及有多亏吧？对，太亏了。他们为了搬这个东西费这么大劲啊！对啊，很高，可能有20多米吧，特别高。整个方尖碑。这个方尖碑底下也有4只狒狒，而且都没穿裤子呢。对，性感的小狒狒。然后正门口呢，这2尊巨大的拉美西斯2世的雕像呢，就是黑色花岗岩所雕的。你看他的腿边这里。还有纳菲尔塔利的那个雕像，这个就是法老的宠妃了，永远带着它。哎，这个好看多了。对，这个没有破损。哇，对吧？对，没破损，只有脸看不清了。它的指甲比我的拳头都大。它的指甲被摸出来亮甲。哇，里面的这个大厅好漂亮啊，尤其是黄昏的时候，整个金光洒在这个神庙里边，特别美。我们穿过正门的塔门之后呢，进入的就是夺柱大厅了。这个大厅里边有多达70多根紫砂草的那个柱子，但是这个是闭合状态的紫砂草，这柱子支撑起了上面的屋顶。它原来上面是有屋顶的，就是靠着这些柱子所支撑的。你看这上边有一个悬空的清真寺，哎，还真是哎。它那个地基其实是在上面那个位置的。它这个地方其实是它这个清真寺的门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清真寺它这么高呢？建的是因为以前尼罗河水泛滥的时候，然后它那个淤泥把整个这个神庙全都给掩埋了，然后掩埋之后呢，阿拉伯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下面还埋着一座神庙，所以他们直接就在这上面盖起了自己的清真寺。所以当时的地面就大概那个门的高度，对不对？就在那个位置，那个就是那个门。现在做成窗了。对，现在做成窗了。后来才发现这下面还藏着个神庙呢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清真寺给拆了？因为这个清真寺它也算一个文物了吧，它年代很久远了，非常古老，所以大家也是为了保护它吧，把它当成一个对保护文物。对，这座神庙的建设时间是大概在公元前1400多年，也就中国处于商朝的时期。这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当时的法老走在这个庭院里面，感受着夕阳的余晖洒在脸上。不对哦，洒不到脸上，
当时这里的柱子是顶着那个屋顶的，还是有屋顶的。大家再次感受一下拉美西斯有多么的自恋啊！整个柱子有40多根，然后它的雕像呢就有16座到17座这样子，夹在这个柱子之间的，每一个柱子之间都有一座他的雕像，还有那一边都是，不愧是埃及法老里面最自恋的一个。见缝插针法老。对。哇，龙哥，我发现你跟拉二长得是真的有点像哎，你发现了吗？双胞胎似的。走了，你在这儿给人家当门神吧，拜拜。在我背后这里有3间小小的小房间了，这3个小房间呢，就是供奉太阳神一家3口的。太阳神阿蒙神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少，但是他的儿子大家一定知道，就是月神孔苏了，就是漫威的电影《月光骑士》的主角月神孔苏。古埃及人的生死观是很不一样的，他们认为死后的世界是富足的、美好的，并且是永恒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用最好的那些食材，就材料来建设他们的雕像，比如说花岗岩啊、玄武岩等等。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金字塔、陵墓，还有神庙，但是却看不到他们以前住的房子。然后留给自己的就是泥巴建的房子，所以我们到现在就看不到他们以前住的住所是怎么样子的，因为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但是雕像、还有神庙、还有金字塔都留了下来。穿过拉美西斯修建的这个大厅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更加巨型的多柱大厅。就我背后这里有14根超大型的这个柱子，这个柱子呢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的那个柱子它是闭合的那紫砂草的柱子，但是这个呢是打开的紫砂草的柱子。这些大柱子所支撑起来的就是一片小小的屋顶。在柱廊旁边的墙壁上画了好多壁画呀，这上面还画了好多什么水果啊。吃的呀，你看还有鸭子，他们在杀鸭子。哪个是鸭子？那个哦，有2个头出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。对，所以他们正在举行节日杀鸡宰羊，庆祝阿蒙神的到来。哦，这壁画说的就这么一个事情。我们穿过柱廊之后呢，便会来到了以精美而匀称闻名的阿蒙霍特普3世的庭院了。这个庭院非常的大呀，然后3面环绕了60多根巨型的紫砂草柱子。但这个柱子跟我们第一庭院看到的是一样的，会稍微短一些。然后呢，它上面的是闭合型的，就跟前面巨大的柱廊是不一样。我发现来逛神庙最佳的时间就是日出的时候，还有日落的时候。对，因为整个金色的那个阳光洒在这个大柱上面，有那种神圣的感觉。要是这些颜色都还在，就更好了。这柱子原本的颜色其实是十分的丰富的，只是说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后人的破坏。很多就没有保留下来，真的有点可惜。你知道那个墙上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吗？这俩呀，这看着跟牛鼻子似的，不会是用炮轰的吧？不是，这个是拿破仑远征的时候来到这里拴那个战马用的。啊，所以是通的。对，通的。哎，真的。他们当时不仅对这个墙做了一些破坏，你看背后，罗马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也是在把这个整个墙面，把所有的壁画都弄上了那个石灰。然后再画上他们的那些基督教的壁画，你看那边还有呢，还留的有一些壁画。这个穹顶也画满了，这个就很明显了，上面那个人物都还在。我看到了1889年的涂鸦。这个人叫什么？对，George。古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之后，灵魂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，就是卡。有意思的是呢，这个卡也是需要吃东西的，也是需要喝饮料，也是会死的。所以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面呢，他们就会献上这些能吃的东西、能喝的饮料，来供奉这些逝去的祖先，他们的卡的这种灵魂。在他们的观念里边，人死了之后会获得超能力，就能够保佑他们长命百岁、健健康康，还有早日暴富。那么这种关系呢，在古埃及文化里边，就是活人跟亡者之间的一种互惠互利的羁绊，也是一种跨越生死之间的合作了。这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祭祖文化就有点相似了。像我们祭拜先人，也是希望祖先能够保佑我们平平安安幸福安康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就是夜晚的卢克索神庙比白天还要热闹。
因为很多人来这里会参加卢克索的夜游项目，就在这里晚上会打开所有的灯光，看到灯光下的卢克索神庙，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并且卢克索神庙呢，它会开放一直到很晚的时间，所以很多人白天没有时间过来的，可以晚上就来这里看一看。现在我们就要出到神庙的最外边去走一走那个斯芬克斯大道。哇，天际的那一片好漂亮，再加上这个卢克索神庙，再加上方尖碑，太美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2个就要走2.5公里，一直从这里走到卡纳克神庙，然后数一下这路上的狮身人面像有多少个。你数这一边，我数这一边。啊，真数啊？真数。那我先走了。那我自己数哦。最后我们从狮身人面像大道这里看一下这个神庙吧，特别美。参观完卢克索神庙，我们现在要回去西岸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得坐那个渡轮回去。古埃及人认为人的生命就跟太阳是一样的，都是东方升起来，西方落下。所以在东岸这边呢，我们看到美丽的神庙，然后还有充满活力、热闹的像这样子灯火通明的居民区。在西岸呢，就是帝王、皇后还有贵族那些陵墓了。所以生者之城和死者之城呢，就是隔河相望，隔的就是尼罗河。我觉得尼罗河它是贯穿了整个埃及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，还是它文化上的。古埃及文化到现代文化，贯穿了整个时空，然后连接了2个世界，生者的世界还有死者的世界。